大家好，我是伊藤，没错，坐在这边了，很久没有坐在这边录影了，感觉有一点陌生生疏的感觉。那没错，今天我们带来是2023年的器材盘点。那值得注意就是，今天这些器材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商业推广成分，所以我分享给大家的东西都是我今年自费购买的。今天的大部分东西它并不是今年发布的，只是我今年购入我觉得很喜欢的，所以我推荐给大家。那我们直接开始吧。目前我摆在桌子上的只是我今天讲的一半的东西，还有一半东西因为个头比较大，所以我打算在 B 肉里面给大家展示。好，那先讲第一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是今年上半年，大概是3月份的时候，震动了北美这边的一个三脚架的大的折扣。当时北美这边很多摄影群都分享这个折扣，那最后我跟 Nick 都买了这个产品，就是萨拿的 Active 10。Flowtech 100这款三脚架，那如果你是影视行业工作者的话，你应该对萨拿这个牌子并不是陌生，它算是中高端的液压云台三脚架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品牌，但它不便宜，所以当这个折扣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买的这款它原价是5000多，然后最后打折完之后只有3000多美金，虽然说也还是不便宜，但是我咬咬牙能够接受，因为毕竟它代表的就是一个效率，在片场效率就是这个，那它最主要特点就是快速的进行拉伸。以及我觉得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快速的拆卸或者调平它的云台，那这个应该是它的专利，非常的迅速。那这款它的平衡力也可以达到26磅，相当于可以承载像比如说 Komodo 啊、FX6 啊这种中型体积的电影机，加上 rig 之后的一些重量，所以蛮适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和其他的中高端的这个液压云台一样，它也是可以按档位来调节它的 counterbalance 的。虽然说它不能像 O'Connor 那种更高端一点的影视级的三脚架一样能够做到 counterbalance 的微调，但是按档位调整，再加上这个这么高的工作效率，所以我觉得这个折扣价我觉得已经是很合适的了，因为能够大幅的提升工作效率，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值得投资的东西。因为 BH 大部分大力度的折扣都是它的 daily deal 每日折扣，那每日折扣都是在晚上刷出来的。那个三脚架我记得当时我早上醒来之后就已经卖完了，后面我跟 Nick 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觉得当时幸好下手早。那第二个东西呢是在片场上非常常用，我不知道国内常不常用，但是美国这边非常常见的就是 Dana Dolly 一个重型的滑轨。我们普通常见的滑轨一般都只能承载像微单那样子重量机器，所以呢，如果要稍微大一点的滑轨的话 ，Dana Dolly 算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东西。它牌子叫 Dana Dolly， 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品牌大家一直在用，所以呢，这种滑轨现在大家就是约定俗成，都叫这种滑轨叫 Dana Dolly 了。所以它真的是把自己的品牌做成了一个产品。那可以看到它结构其实也很简单，它就是2个支架架着钢管，然后上面有一个纯手动的带轮子的一个滑轨。它并不像电动滑轨一样可以反复的匀速的运进来获得后期，比如说你需要做后期合成的一些效果。不过一般来说，你如果需要像电控的运进一样达到每一次都是在一模一样的轨道，那基本上用大机器的项目都会用到机械臂。但是因为机械臂呢，它整个使用的成本比较高，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人力成本，包括对场地的要求也会比较苛刻一点，所以呢 Dana Dolly 在片场上还是非常常见的，也是很多 DP 的选择。那我这一套呢，我当时是二手买的，所以会比全新的稍微便宜个几百美金。那因为它是 BH 上面的二手，我不知道大家对 BH 上面了解多少，那我个人是很爱在 BH 上面买二手的，因为他们的二手比如说标9成新，其实最后买到的可能就是全新，可能开封过然后没用多久时间拿去退货那种，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是全新的退货机而已。所以我当时买到价格也是还不错，原价1200多美金，我买到的是800多美金，然后东西打开之后几乎就是全新。那但它并不带2个支架和2个导轨，所以呢这些东西都要另外再额外购买。那支架的话其实有专门卖，我买的是 Cooper 的，但没有什么折扣价我就不说了。这个钢管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一说的，就是它其实有专门卖他们用的钢管，但是这个专门卖的钢管其实比较贵。那我个人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去五金店买相同管径的钢管，那它一根是10尺嘛，然后我买2根，然后我让它帮我裁成6尺和4尺，这样子我就可以有6尺大概是1.8米左右的长度，然后4尺是1.2米，这样我就可以有2对不一样长度的轨道来满足不同的空间。那值得注意就是因为它在五金店买的，它的表面并不是非常光滑，所以我就要额外用砂纸来进行打磨。没错，你在我的频道不光可以学到调色，也可以学到怎么样用砂纸撸。那一切都架设好之后，就可以把你三脚架的云台装上来了。那为了提高三脚架转换到 Dana Dolly 的这个工作效率，我也直接一咬牙买了一个萨拿他自己的转 Dana Dolly 的一个转接头。没错，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东西，他要卖我140美金，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它垄断了就是这样。它贵是贵，但是在片场你就是要为效率买单，没有办法，它真的很快，它直接从脚架上抠下来，然后到 Dana Dolly 上架上去，几秒钟就可以完成2个不同承载系统的转换。那下一个我也是今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东西，是一个安全箱，是 Nanook 的938。这款安全箱呢，乍一看它的长和宽都和传统的我们的登机箱
比如说比较经典的就是那个 Pelican 的1510嘛，那个登机箱呢，长和宽都是跟它一样的，但是它的高度可以看到它比 Pelican 这个要高蛮多的。没错，它虽然说长得有点像登机箱，但是它尺寸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因为它太厚了，太高了。很高的这个特点呢，给我带来的就是非常大的便捷，我可以非常轻松的竖着装下东正的 Kata Ace 包括大疆的 Transmission 无线图传的那个屏幕它都可以很轻松的竖着装进去，来达到节省空间的目的。因为很多时候1510这种尺寸，你镜头竖着装长镜头装不下，横着装呢，上面又会留下一大堆空间，我觉得有点浪费，所以我很喜欢就是把很长的东西竖着装进去。那我觉得这个尺寸非常非常适合视频工作者无论是装长一点的镜头，还是装已经 rig 好的相机，都非常方便。我买2个今年，一个我就是装一些配件、镜头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就是装 rig 好的 BMPCC 6K， 我甚至连上面手把都不用拆，直接带着什么跟焦轮、侧手柄直接往里放，到片场直接拿出来。这个对于一些单兵作战的摄影师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节约时间的方式。那当然，如果是一个多机位的项目的话，你可能这个箱子还是不够大，你可能还要选择额外再大一点的，但是同样高度的箱子。但是作为大部分单兵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是很合适。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没有电影机，是不是不需要呢？我觉得不是。你如果用微单拍的话，你什么长挂镜头什么其他配件也都不用拆，你甚至可以把它横过来放，它这个高度真的是太舒服了。好，那下一个呢，就是我摆在我正中间面前这个富士的 X100V， 没错，你在我的频道也看到了网红相机。怎么说呢？你说我会推荐它的参数吗？绝对不会。这个东西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摄影师来说，它的这个参数在今年看来，或者在3年前吧，它刚发布的时候，它的参数就并不是一个最亮眼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费级的产品，它并不具备与更高端一点的相机竞争力。那它最近很火，没错，就是因为一些羊群效应，大家都跟风买，产量又低，订单又爆了，大家就会因为优越感，我有它，我就所以我就去买。不瞒大家说，我老婆让我在3月份下的单，我上个月才收到，没错，11月份，足足等了7个月。一个3年前发布相机，我等了7个月。那它不得不说，它的颜值是真的好看，很复古。它的功能我就不介绍了，这网络上已经铺天盖地都是它的评测了，所以我讲它的性能完全没有意义，大家可以去看别人的东西。那随着热度把它炒高，那我个人认为，说实话，现在用溢价的价格去买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好性价比，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老款的东西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既然你都这么不喜欢它，为什么你要把它放到你这一期的2023年器材盘点里面？错，我要纠正一下，我非常喜欢它。那我喜欢它点在哪儿呢？但不是因为它的颜值，因为老相机的话，如果真的我要追求复古相机的收藏的话，我有比它更老的收藏。我最喜欢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让我老婆安静的在那边研究它好几天。这个可能没有结婚的摄影师朋友可能不太懂这个东西，就是能让老婆安静的研究一个东西，无论它是什么东西，我都一定会买。只要我买得起的话。网上大家吹的最屌就是它的胶片模拟嘛，那说实话，这些胶片模拟东西，其实你要真的较真儿的话，各种调色软件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滤镜了。你说站在一个职业摄影师的角度，它里面的胶片模拟对我来说有多独特，那也不至于，那可能就是方便一点吧。对于后期不是很强的人来说的话，它的直出会节省大量的时间，那确实是 OK， 我支持。那最主要就是它这些胶片模拟可以让我老婆真的是安安静静的研究好几天，在摆弄那个什么那些参数的那个 app 里面找参考的那些资料，然后再把一个一个参数调到这个相机里存成预设。我相信有对象或者有老婆的人，你拿这一款这么好看的相机拿到他面前，对他说出那句 shut up bitch， 老婆我爱你，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动，对吧？所以这期我一定要把它拿进来讲。好，那下一个还是一个脚架，没错，今年我买2个脚架。那另外这个呢是曼富图的536腿加上612云台。那536腿呢，其实是已经推出我记得好几年了吧，是一个老款，口碑一直都还不错。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碳纤的比较轻，还有一个原因是它特别的高。萨拿那个虽然说它也是碳纤的，但是呢它相对来说会重一点点，而且呢它最高的伸缩高度并没有这个来那么高，所以我考虑到如果有一些偏记录性质的拍摄，这个其实会更方便一点。如果要一些特别高的角度的话，它也可以达到。但它这个平衡力的承重也是26磅，和萨拿那个一样所以它能承载的机器也是比较符合我要求的，所以我会根据不同的项目来选择用萨拿还是用这个。那下一个呢是这个 EarTag 的这个多方通话，因为现在慢慢的有的时候一些项目会比较嘈杂，人也比较多，那我必须需要极个别跟我有工作密切接触的人能够快速的沟通。之前
对讲机用下来的话，就是它并不能实现同时的多人通话，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只能听嘛，不能及时的沟通。所以我最后也是因为有这个打折价，所以我最后买了一套这个。看这个样式，大家应该就知道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很老的一个产品了。现在其实有更新一点的，像猛犸也有出多方通话，然后包括之前微固也有出一个那个放在耳朵前面一点的那个，我记得之前Nick 有 PO 动态。无论它形式是怎么样吧，它的功能就是让你在片场上可以及时的同步门沟通，所以我最后买了一个这个，确实是蛮方便的。我这套一共大概买了$500这样子嘛，还行，4个。1个主3个从，价格还不错。虽然说这款是老款，我估计也是快停产了，所以打折的。但是这个东西也无所谓新旧，它就是一个沟通工具而已。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前一段时间打折力度非常大的，就是这个小高清 Small HD 的这个 Ultra 5，它应该算是我认知范围内吧，可能有一些我不太知道，但是是我认知范围内不带无线图传的功能，它是最贵的机顶小件。它原价我记得是2300还是$2200，然后呢，它打折一下变成$1500，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了。但是可以看它下面接口，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小尖的功能，它其实还可以连接相机做相机上的控制，比如说可以控制 Red 阿莱啊这些电影机。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 Red 阿莱，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我可以先买下来，因为早晚有一天我会有的。对，没错，就是手机没到，手机壳先买，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虽然说我目前用不到它的控制相机的功能，但是它其他功能确实是很牛逼，它3000尼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后面也并没有什么970的电池口，它直接做了一个电子触点，你可以买它官方的 V 口电池板或者是安通口电池板，但是我就直接用它这个 Limo DC 口供电，所以我也不需要去额外买这个电池板，因为它电池板也很贵。我这期不详细讲这个确实用下来是和普通的常见的比较便宜的小件是不一样的，它很多功能是我在其他品牌也没有见过的。大家如果想听我做一期视频讲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在评论区留言一下。那下一个呢，就是放在我左手边的这一套独镜的4件套。那说实话，这套镜头出来也有几年时间了，它在 DP 界也是口碑还不错。那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复古，那可以看到它的颜值确实也不错，它的体积也非常的小，它的画面呢也是比较具有复古风格。那我之所以说是复古风格，是因为它其实就是现代镜头，它并不是什么 rehouse 的镜头它现代镜头模拟了一个比较复古的风格。那基本上复古风格呢，说白了就是一些光学瑕疵，因为可能以前光学的技术没有那么好，所以呢每一个镜头都可能多少会带有一点它自己的光学瑕疵。那这光学瑕疵呢，在现代看来，算是一种它独有的个性。就包括比如说前段时间女生很喜欢玩 CCD， 有的动态摄影师他喜欢买那种老的 DV 机来穿插一点那种老式复古 DV 的感觉，20年一轮回嘛，所以复古东西这几年感觉也是一直在有话题度。那这套镜头呢，北美这边它原价全新的是将近$4000吧。我大概最后是$2100买的，也是 BH 的二手。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哪里像二手？当时 BH 我买的是，它标的是9成新，可是在我看来就是99新，完全的没有任何的二手的痕迹。但是价格我直接将近半价拿下。我查了一下海鲜市场的价格，也都差不多，能在北美这边买到国内的二手的价格，而且它还带有这个 BH 退货保障，它 BH 二手的东西也是有退货保障的，所以我当时就基本没有犹豫就买了。等于说平均一个镜头大概最后我拿到价格就是$525，所以大概就是3000多人民币。之后拿来出租，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我的成本确实比较低。那但复古风格这个东西完全是一个主观认知上的审美，这个东西有的人觉得说它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光圈全开时候的彩虹光斑不好看，有的人觉得好看，然后有的人觉得它的对比度太低了，有的人觉得对比度太低才有电影感，所以这个东西很主观，我不做太多的评价，大家完全可以看一看它的拍摄的一些样片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目前它这4个镜头组没有广角，但是独镜最近好像21毫米已经可以定到了，它如果加上一个21的话，那它这一套镜头从21可以覆盖到85，也算是一个能够成套工作的一个方案了。那下一个呢，就是我也是在今年黑五购入的一个挑杆，是 K-Tech 的。K-Tech 在美国这边，我基本上在片场上看到录音师用的挑杆都是 K-Tech，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品牌了。它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音频线内置在它的杆子里的，等于说你在挑枪麦的那头线接上麦克风之后，你整条挑杆都没有线，接口从尾部这边接出来，你可以用无线或者有线方式连进到你的录机或者相机，这样就可以让你的挑杆很干净。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挑比较长的话，你线一大堆挂在外面很难看，而且很不方便，有可能还会撞击到挑杆产生一些杂音。我这次呢，也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录音的项目，然后我意识到我旧的那款是9尺，也就是3米还不到，2.7米这样子。小的采访 OK， 但是一旦牵扯到 DP 要广一点的镜头，我就要站远一点，那这个长度就不够了。所以我最后想了一下，我直接买了20尺的，它完全收纳起来，它的高度都到我
这个地方了，完全伸开的话，我给大家看个照片，这个在室内没办法展示，这个真的是超级的高。别看它特别长，但是因为它全部都是碳纤做的，所以我举起来也还算是能够接受，不算是那种特别吃力，但时间久了也不行。那这东西原价呢是1000出头一点我最后买到价格大概是800多，将近900，折扣力度并不算特别大吧，但是这个东西平常我其实都有在观望，然后它很少会有打折，所以我这次就黑五就直接买了，黑粗长硬全占了，很喜欢。那如果有想干录音的同学的话呢，那 K-Tech 价格又超出大家预算的话，有几个东西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牌子价格可以商量，但是内置线得必须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长度，完全伸长状态下要超过4米，因为太短的话，确实你之后还要再升级，还要再花钱，还不如就直接一步到位，4米算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工作的长度。那今天讲的第10个，最后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用，这个东西简直是天才发明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一个 D-Type 转正反2个970假电池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它前面还有一个 Type-C 的输出接口，等于说它一个 D-Type 接口可以同时最多提供3个用电器的供电。那最主要的并不是数量，而是它这个设计，它这个设计就可以让你很舒服的一边接着你的小尖，一边直接外挂着你的无线图传的接收器，不光是解决了供电，它还解决了挂载这个问题。我这边就是有一个我已经搭好的案例，那我现在展示的是一个平行的，它还有90度的。90度的就是我这边就是用90度的，那这个4个天线是我之前有做过视频的智讯的那个 SE 那个图传，然后呢我现在是用这个双向的假电池把它挂在了我这个屏幕的后面，然后再加上一套这种握持的笼子，后面是 Vico 电池的电池板，所以呢最后我把它组装的样子是比我之前的好看很多的，更一体化了，它并没有一个东西很突兀的挂在外面。这个东西我是在淘宝买的，然后拿过来的是这个牌子，但我看到不止一个牌子做，但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先发明的哈，但是我最后用了之后觉得很不错。好，那今年2023年的年度我自费购买的器材盘点就到这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草或者拔草什么东西呢？或者大家自己手头上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的话，也可以方便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那也祝大家在2024年能够元气满满，财源滚滚，然后多接点项目，那最主要还是身体健康，全家欢乐。那今天这边，明年见，拜拜。好变是不是很变态？